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瑞克莫蒂官方漫画第24卷。这一集主要讲老瑞被幽灵附体误伤小莫的故事。这天，爷孙三人又在宇宙里遨游。夏莫谈起了自己的梦想，我要在咖啡馆里泡咖啡。老瑞劝他别做白日梦。正说着，一艘巨型飞船横空出现，吓得老瑞一个大转弯，定睛一看，它竟然是35年前老瑞亲手所造。不过当年这艘飞船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就消失了，因为老瑞用传送枪的前驱技术制造了飞船引擎，导致有人错按按钮，把飞船传送到某个可怕的次元。夏莫非常好奇，问老瑞船上的船员现在如何。老瑞回答：当然领盒饭了，那是艘幽灵船。此外，他还要去飞船内部拿非常珍贵的东西。接着，三人靠近幽灵船，只见船上写着“史密托弗里先生”几个大字，那是1981年音乐剧《猫》里的一个角色。夏莫以为是茶杯里的小猫咪，激动的整个心都融化了。小莫告诉他实情，并表示那是大老粗老瑞喜欢的东西。老瑞没指望小莫能懂其中的文化，毕竟他只对美女感兴趣，但在小莫看来，那是一个男人的热情。很快，三人来到飞船内部，夏莫胆战心惊，小莫镇定自若。在他眼里，幽灵船和上次摧毁整个星球相比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可自从老瑞说这是一艘幽灵船后，夏莫就觉得这艘飞船内部暗藏宇宙幽灵，会闹鬼。对此，老瑞解释，叫宇宙船不是因为有幽灵，是因为船上没有人。再者，幽灵本就不存在。夏莫却不这么认为，如果没有幽灵，那书怎么会无缘无故从架子上掉落？老瑞说，用科学解释的话，那是势能。但夏莫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他叫老瑞快点拿了东西走人。而老瑞要拿的非常珍贵的东西是铜线，原因是它在市面上很值钱。夏莫见后害怕的奉劝老瑞，最好别碰飞船上的东西，不然惹怒幽灵就不好了。可老瑞才不相信世上真的有幽灵，依旧我行我素。他表示，如果幽灵存在的话，那盖茨堡就不会是个度假村了，将是地狱实景。注释：盖茨堡是美国的一个自治村庄，也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一个战场。后来这里发展成了一座历史名镇。话音刚落，一大片幽灵出现，将爷孙三人团团围住。老瑞深表无语，小莫历经冒险早已见怪不怪。为了躲避幽灵，老瑞带着孩子们跑到另一个船舱，但这里的情况也不好，墙上有用血写的“地狱你好”4个字，这让夏莫觉得幽灵船在闹鬼。老瑞看后心情烦躁，小莫却拿出手机自拍，墙上开始流血，字随之消失。夏莫怒气冲冲，认为自己的猜想果然没错。小莫吐槽姐姐大惊小怪，这些红色液体很有可能是飞船的润滑油而已。为了打破他的胡思乱想，老瑞决定查查幽灵船去过哪些地方。可飞船记录仪的电源却显示报废，姐弟两人去下一个船舱连接电源，结果他们前脚刚走，舱门就自动关上。老瑞深陷一片黑暗之中，紧接着一个奇怪的声音响起。更可怕的是，待小莫插上电源后，墙上的血色液体已经淹到老瑞的大腿，他的周围也出现了很多人，这些都是老瑞逝去的好友们，其中就包括鸟人。不仅如此，好友们都在质问老瑞为什么。老瑞被吓得呆滞，舱门缓缓打开，老瑞仿佛已经陷入了自己的幻想中，直到夏莫把他叫醒，这时他才明白，这艘幽灵船的确很邪乎，他会上升他们中意志最羸弱的一个人，所以三人必须意志坚定的共同对敌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全离开。老瑞给自己和小莫拿了一把斧头，但由于小莫的意志实在不怎么坚定，他又把斧头给了夏莫。小莫也表示自己不需要武器，他坚信自己会一如既往的安然无恙。小莫兴致勃勃地问老瑞，假如幽灵船去过地狱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地狱只是一个平行次元？反推一波，天堂难道也真的存在？老瑞没空回答他，只顾打开舱门对付幽灵。爷孙三人再次被幽灵围困，或许幽灵们觉得火力不够猛，一群骷髅也登场了。在他们的干扰下，老瑞不小心被幽灵附体，在他眼前出现了2只小丑。老瑞挥舞斧头主动攻击，哪想这些都是幽灵们的障眼法，而2只小丑正是莫蒂与夏莫。幸好夏莫及时制止，老瑞才慢慢清醒过来，可小莫却断了手脚。三人赶紧回到飞船，老瑞抱着小莫冲向医院，手术紧张进行着。莫爸和莫妈接到通知也立刻赶来。术后，小莫砍掉手脚虽然被接好，但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行动自如，就连解决个人问题都无法做到。好在经过医生和莫妈的鼓励，再加上努力进行康复运动，小莫终于可以拄着拐杖出院了。回到家，他向老瑞表示，看吧瑞克，到最后还是没有坏事能发生到我头上。刚说完，小莫脚底一滑，双腿又被摔断。老瑞再次抱着他来到医院，与上次不同，这次就算小莫努力的进行康复运动，他最终也无法站立。坐在轮椅上看着女神杰西卡和别人跳舞，小莫不禁痛哭流涕。画面一转回到幽灵船，幽灵们还得意洋洋的看着电视。突然他们发现墙体冒出了几枚导弹，随即便是一阵惨烈的爆
爆炸，幽灵船就此居居思密达。原来这正是老瑞的手笔，只为替孙子报仇。他以为这下小莫应该开心了，但此时的小莫只想回家。也许这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冒险。虽然关于冒险之前小莫已经经历过很多次，可每一次冒险即使情况再危急，老瑞也会拼尽全力护他周全。这给小莫造成一种错觉，觉得只要有老爷在，自己就一定会平安无恙。冒险的确给了他勇气，也让他有所成长，但同时也让他越来越依赖老瑞，让他忘记老瑞不是神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一个也会受伤也会被幽灵附体的人。如果成长意味着独立，那小莫似乎并没有成长。一旦依赖成为习惯，当分别来临之时，你就会愈加痛苦，失去的也会愈多。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纵使那个人是自己最亲的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价、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